欢迎来到骚麦娱乐综合频道，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，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视频。这里是主要内容：迪丽热巴带完杨幂接着捧胡珠夫人里的这流，想红有点难。娱乐圈最不缺少的就是帅哥美女，所以想要凭借着自己的颜值走红的话，这的确是挺难的。除非你颜值高，但是很有自己的特点，不然也就跟大家一样，很难引起大家的。除了要有颜值，更重要的还需要有演技。如果演技不好，光是有一副颜值，自然也不能在演艺圈站稳脚跟，别说走红了，更是很少有观众到你。袁宇轩被迪丽热巴捧完，杨幂接着捧。想必大家也都知道，杨幂如今不单单是一位演员，同时还是嘉行的其中一位老板。她旗下签约的艺人非常多，但是要说最有名气的、人气热度最高的，估计也就是迪丽热巴了吧。其实大家都不难发现，无论是迪丽热巴也好，还是杨幂也好，每次出演新剧的时候，都会自带嘉行大礼包。在他们主演的作品中，总会看到有自家的艺人出现。不过大家也都知道，杨幂旗下的女艺人，像迪丽热巴、祝绪丹以及黄梦莹等人，也已经是翻身当女主了。但是杨幂旗下还有不少艺人还未被捧红，像戴思和袁宇轩就是其中的两位。对于袁宇轩这位演员，想必很多观众都非常的熟悉了。袁宇轩曾经在参加1年级的时候，他引发的争议可并不少，甚至还被不少观众骂惨。其实袁宇轩如今的发展还算是挺不错的，而且还深得公司的力捧。迪丽热巴带完他之后，杨幂也接着捧他。可惜的是，目前袁宇轩还没有达到当女主角的水准，所以他也只能在迪丽热巴和杨幂主演的作品中饰演女配。为何说袁宇轩被迪丽热巴带完，杨幂又接着捧他呢？有观看过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的观众应该都知道，在迪丽热巴主演的这部作品里面，同样也有袁宇轩的身影，而且袁宇轩出演的还是程昱元君一角。在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里面，程昱元君并非是袁宇轩出演，而是另一位演员出演。不过到了《枕上书》的时候，却是换成了袁宇轩。袁宇轩出演胡珠夫人中的这流。众所周知，在前不久刚收官的胡珠夫人中，同样也有袁宇轩出演。在剧中，袁宇轩饰演的是这流一角。虽然在这部作品中，袁宇轩饰演的这流算是女3号，不过她的戏份也并不算多。在胡珠夫人这部作品里面，袁宇轩饰演的这流其实还是挺讨喜的，虽然戏份不多，但也让袁宇轩圈了不少粉。看到袁宇轩饰演的这流，给人一种非常单纯可爱的即视感。不过这流的单纯，却也并非是傻白甜，他长着一副清纯可爱的脸蛋，但实际上非常的聪明。后来这流被毒瞎了眼睛的时候，可是让不少观众都看哭了。好在这流最终的结局还是挺美好的，他与方卓英也是剧中最圆满的一对 CP。由于这流一角人设十分讨喜，加上袁宇轩甜美可爱的外表，也获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和。不过由于只是一个配角，戏份并没有很多，所以袁宇轩也并没有彻底走红。对于袁宇轩来说，的确还不到翻身当女主的时候，她的演技实力目前还有待提升。不过在演艺圈这个大家庭中，没有人气热度，想要翻身当女主角的话，自然也没有那么容易走红。就像迪丽热巴一样，在出道的时候也一样给别人当配角，在拥有一定的人气和热度之后，才开始走上主演这条道路。袁宇轩想要走红有点难，不过个人认为，袁宇轩想要彻底走红的话，这还是挺难的，因为他本身人气热度并不高。虽然他和孟子义都是在1年级出来的，但是孟子义因为情商以及各种耍大牌的绯闻，让他人气热度暴涨。
可是袁宇轩虽然也有所谓的黑料，但是争议并没有孟子义那么多。虽然袁宇轩被迪丽热巴和杨幂轮番接着捧，但是效果并没有很明显。如今的袁宇轩也只是被观众知道有这个人而已。加上袁宇轩的颜值本身就是小家碧玉类型的，让人看着只适合出演一些配角，想要当主角的确是有些难。即便是当主演，也只适合出演一些网络甜宠剧，饰演一些傻白甜的角色。不过大家也都知道，演员走红本身就是一件很玄乎的事情。以前赵丽颖在拍戏的时候，也有很多人认为圆脸不适合当女主，但是赵丽颖如今的发展也同样是顺风顺水的。至于袁宇轩是否能够走红，大家还是等待时间来验证吧。只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在近1-2年里面，袁宇轩想要大红大紫，这是不太可能的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趣，请在互动评论区分享给更多人看到，并提供反馈。请点击订阅按钮，以免错过我们的下一个视频。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